嗨，大家好，我是龙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WordPress 和 Shopify 怎么选择哪一家更好。如果你在做电商，在 WordPress 和 Shopify 之间不知道怎么选，或者该选哪一家，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用。今天我将会从建站费用、功能、外观以及 SEO 这5点来给他们做一个对比。如果想知道你该使用哪一个平台，那么请大家耐心的看下去。那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哦，并大方的给龙哥一个赞，这对我分享内容将会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谢。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建站的体验。总体来说，对于那些对建站本身还比较陌生的人来说呢，我相信 Shopify 肯定是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一个平台。那 WordPress 呢，虽然说它这几年它的用户体验有所提升它的建站也是越来越简单。总体来说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或者说它的学习路线呢更加陡峭的。因为 WordPress 本身它是一个开源的平台，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很标准的、很整齐的一个建站流程。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一家公司要生产一个零件，我们要先从原料、设计、工艺、成型、品控，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个，也就是说每一个流程都需要制定一个标准的流程。那么 WordPress 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你整个的建站体验的步骤取决于你选择的什么样的主题，选择什么样的建站工具。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现在 WordPress 呢不是有很多主题，不同的主题它其实是根据不同的建站工具来建立的。有一些建站工具呢它是很简单很好使用，比如像这个 Elementor 啦，现在很多网站都依靠这个工具来建站。如果你使用 Elementor， 那你的学习曲线呢会稍微的平缓很多，也就简单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它使用的是其他的一些建站工具，你需要在后台上拼凑它的一个结构，它的一个设计，你再去看它的前方是什么样子，这个它并不是特别一个直观的建站体验。然而哪怕你选择了像 Elementor 这样一个比较简单容易上手的一个建站主题，你还是会遇到很多麻烦困难，因为毕竟 WordPress 呢是需要你自己去组装各种功能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学习摸索的阶段。然而另一方面呢， Shopify 它对于新手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标准的步骤。对于大部分的 Shopify 主题来说呢，你的建站步骤使用的方式都是雷同的差不多的。所以说呢，在建站体验这一块，龙哥的结论是 Shopify 更简单。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后台它的主页、订单、产品、客户、市场营销、折扣、内容等等等等，它每一项分得很细，我们点开都可以在这里面直接设置编辑，包括订单。比如我们左边这个产品，我们点一下，在这里你可以添加你的产品，直接添加标题这些板块里面操作起来都比较单一一点。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多余的资金，或者说你不想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怎么建站，是更适合你的。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费用。 WordPress 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并不代表你使用的 WordPress 建站就完全是免费的，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那我现在就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有哪些费用。首先呢，因为我们的一个网站，首先呢是一个你的网站继承服务，比如说我们的 WordPress 要继承在服务器供应商里面 Hostinger 等等。那这个 Hostinger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费用目前一个最基础的每个月是人民币21.99，也相当于22。现在它这里有一个优惠，是可以获得3个月的免费正期。而且最舒服的一点是什么？有你哪一天用的不开心了，觉得不好用了，在30天内可以退款保证的。也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使用，用了3天、5天、7天、半个月，哪怕20天，我觉得它不舒服，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退款
就 OK。当然这个是最基础版的啊。Hostinger 呢，之前龙哥也介绍过啊，它也是在全球排得上号的，而且费用一个优惠程度也是非常香的，因为它这里包括几种套餐。大家看到第一个是基础版的，最热门的是中间这个，还有第三个。如果我们要做长久型的一个网站，龙哥还是推荐用第二个跟第三个套餐，是非常强大的。相关链接龙哥也放在视频下方了啊，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第二个套餐只需要27.99元，也是可以加3个月的免费赠送。第三个套餐是58.99元，也是3个月的啊。而且我们选了套餐过后，时间越长，应该是买1年就会赠送我们的一个域名，所以这个 Hostinger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啊，因为这样你就会省下一个域名的费用了，因为这个域名也是根据你选择不同的域名，它有不同的费用，有便宜的，也有可能是几十美金的，贵的也有几百甚至上千美金都有啊。而且域名一般来说都是需要每年续会的，所以也是根据你的域名不同，它的主要依靠可能是你最后的什么后缀，比如说东特点 com 啊，东特点 co 啊，根据你的这些不同，它的费用就不一样。所以 Hostinger 呢，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选择套餐可以点击一下进来看一下。那我们这里点进来可以看到，周期48个月，也就是差不多4年。它有一个好消息，此订单包含免费域名加3个月的免费。也就是买了这个套餐，我们可以获得免费的域名加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这里也有说明啊，购买1年或者更长的套餐，即获得1年的免费域名。从这些域名的这些后缀都可以选择，差不多20个了啊。当然这个是1年后你的域名将按正常价格续订哦。包括这右边大家也可以看到订单摘要啊，48个月套餐本身应该是人民币4943的。折扣后就只要1343，它是每日备份，这个也非常重要了啊。像基础版的就不是每日备份了，这个就相当于赠送了啊。域名也是赠送的，1年的域名正常费用是496，3个月额外的免费试用期又是几百，这就非常香了啊。所以折合下来，每个月人民币只要27.99每个月。对于我们企业或者个人打算做长久的一个网站来说，这个服务器它的优惠程度是非常大的啊，因为选择这个 Hostinger， 它的付款也非常方便快捷，我们的支付宝就可以。那接下来呢，主题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你可以选择免费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看或者说更个性化，你可以去选择付费的一些主题。我相信这个小伙伴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做网站嘛，主题不管是哪个平台都有免费跟不免费的，这就是因人而异了啊，就看自己的喜欢程度了。电商插件啊，如果你想在 WordPress 上面做电商，你是需要用到一个电商插件的。然后电商插件比较常用的，而且非常出名的是一个叫WooCommerce，本身是免费的版本，基础功能也是够我们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免费的版本，它也有一些付费升级的一些功能，这个就小伙伴们自己选择啊，可以去打开官网看看。最后一个费用呢，你的交易费，就是我们在网上卖东西，对不对？你每卖一单呢，这一单你这个交易是有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因为WooCommerce它是和 Stripe 还有 PayPal 进行一个结合的， PayPal 和 Stripe 是有手续费的，这个手续费基本上是 2.9% 加上30%。如果你想使用一些第三方的付费方式，也就是说除开 PayPal 或 Stripe 之外的一些付费方式的话，你是没有额外手续费的。这一点和 Shopify 不同， Shopify 是有一些额外的手续费的，因为它是单独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Shopify 的费用啊。 Shopify 它和 WordPress 不同，它是一个公司， WordPress 也是一个公司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它不是一个提供给你服务的这样一个公司。而 Shopify 呢，它是一个给你提供电商建站和管理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这样一个服务型的公司，所以它每个月的是有续费的。它每月续费呢基本上是30左右美金到300美金左右不等啊，也就是不同版本的有一些不同的功能。在这里注意的是，它每个月的续费包括了 Web Hosting， 也就是你的网站
继承服务，你不需要再割额外的这个 hosting。接下来的一个费用呢，是你的域名，和 WordPress 一样，是需要自己去买，自己去续你这个域名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题 ，Shopify 的主题呢也是有付费的，免费的比较简单基础的，付费的是更多的一些个性化的设置。接下来就是各种插件。总体来说呢，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电商网站，可能你不会用到太多的插件，但是一旦你要升级你的这个系统，升级你的提供的服务，升级你和你顾客之间的一个沟通，你是需要用到各种的插件哦。这些插件呢，当然大部分都是付费的，所以说这也是其中的一些费用吧。最后一个就是交易手续费了。如果你使用的是 Shopify 本身的一个支付网管，你是 2.9% 加上，它和 Apple 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你想使用第三方的一些付费系统，你是需要一些额外的付费。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下来在 Shopify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在这里呢，有一点，如果你使用的是 Shopify 它更高级的那个版本，就是每个月$299的那个版本，那么你每一次的交易费用百分比会更少一点，可能会从 2.9 降到 2.7。 所以说对于可能成交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家来说，它这个版本呢可能划算一些，整体算下来也许还会比 WooCommerce 更加划算一些，因为你的成交量很大嘛，每一单收你的手续费就是有所减少的。虽然说你每个月都有高级的299的套餐，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持续性的手续费最后叠加起来还是非常厉害的一笔数字啊。所以说这个计算大家自己去算一下哪一种合适啊。在这个花费上呢，我的结论是，如果你只想要一个非常基础的电商网站，那么也许从WordPress会更划算一点，因为你可以从每个地方都省下一些钱，包括你的 hosting 啦，以及你选择的插件啦。因为 WordPress 它有很多免费的插件啊，差不多有几百种啊，因为它差不多有500左右插件吧。你当然里面也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你可以省下很多钱。然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功能，你想要更多的个性化的一些外观，WordPress 呢，最终你投入的成本也会慢慢的叠加起来。同时在这里能够想给大家说的是，我们在衡量这个成本的时候，金钱只是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时间成本去衡量一下。因为我们在建站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的。我个人觉得 WordPress 在这块上面你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学习，如果是你没有基础的话，一步一步去沉淀自己，这个时间周期就拉得会非常长了，有可能是1个月、3个月，有可能半年。那这样算下来，我们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因为毕竟你要自己去设计、去组装。我们在 hosting 里面打开 WordPress 的一个设计点啊，因为这个每个区域都是要经过我们自己亲手去修改它的文字、它的字体这些，它不是现有的一个模块拖进来就可以直接用。你想建博客网站，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就来到我们这边主页，你可以要慢慢经过自己去修改，比如字体大了啊，你还要这里去修改字的大小，因为这里面所有的板块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一个修改来编辑啊。在这里我只是简单讲一下这个功能啊，小伙伴们可以自己下来去试一下，因为只有我们自己亲自试过了，你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因为在我们用不同插件来编辑我们的网站的时候，还有可能零件可能品质还不兼容的时候，再加上这个 WordPress 呢，它是开源的，所以说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后端服务人员去询问、去要求一些售后给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只有靠我们自己去解决。所以说在时间成本上呢，我个人觉得 WordPress 是大于 Shopify 的，而 Shopify 呢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建站体系流程，同时它也有它的一个后端服务支持。虽然它不能够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去跟他们沟通，问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所以说这就是在花费上的这样一个比较啊。接下来我们来对两个建站平台的功能， WordPress 和 Shopify 呢，它实现更多功能基本上都是通过它的插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的程序员来帮你建各种功能的话，插件这块的话，而且过去这么多年，然后有很多它的社群也是很庞大的，在全球，所以说都为它提供各
各种各样的功能的程序员也好，或者说设计师也好。同时除了电商这一块，还有很多的内容管理、内容的优化，以及适合其他商业模式的一些插件。那么在 Shopify 上面呢，它是专门针对电商的。如果我们只是拿来比较做电商啊，那 Shopify 当然是非常完善、非常强大的，因为它是一套标准的体系流程。所以说呢，在功能这块的比较来说呢，WordPress 和 Shopify 对于电商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啊，伯仲吧。因为在电商这块，然而如果你想要一个大而全的网站，你这个网站电商只是你其中的一部分，可能 WordPress 更适合你，因为你有一些其他的插件可以使用，其他的功能同时可以去开发。 Shopify 呢，它就是单一型的，它没有其他的插件，所以这个我们要选择什么，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定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外观，100个读者里面就有100个林黛玉，同样的100个建站眼里就有100种对于这个主题的不同喜好。所以说在这一点应该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可能这两者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啊。哪怕是这样，那么这里也只是给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我个人觉得 WordPress 呢还是要更胜一筹，原因在于给 WordPress 提供主题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你随便在 WordPress 里面一个主题网站上去看，不同的审美、不同的商业模式，它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多的，因为它的主题选择范围很广，就是不同的类别、不同商业模式，它的这个主题你可以对它更多一点的个性化去修改。而在 Shopify 这边呢，它的主题其实也是挺多的，它本身的网站上就提供了可能100个左右这样主题的样子啊，也有免费的、付费的，当然免费的都是一些基础的了啊，付费的呢当然是高级一点的。当然你也可以在一些平台上面找到其他 Shopify 的一些主题，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数量肯定比 WordPress 会少很多啊。同时你对这个主题进行个性化的修改也会小很多。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没有程序员的帮忙，你自己建站的一个基础上啊。你如果有程序员帮忙的话，程序员可以帮你搞定一切。所以说在外观这块比较来说呢，你有可能在 Shopify 上面找到你非常心仪的主题，你也有可能在 WordPress 上找到你喜欢的主题，这个是和每个人喜好非常关联的。但客观来说呢，WordPress 有更多的选择一点哦，毕竟它的插件要庞大很多。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EO， 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这个我相信小伙伴们都知道 WordPress 的 SEO 应该是更加强大的哦。在这里呢，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啊。WordPress 的 SEO 更加强大，是因为有很多插件供他选择，灵活性也很强。但是我这里还是想说一点啊，功能强是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功能你都会用得到。所以说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说，个人觉得呢，Shopify 和 WordPress 不相上下，他们提供的功能呢都满足了一个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尤其是这几年 Shopify 对于 SEO 这块提升功能，像是你的产品啊、博客页啊，它都有一些基本的 SEO 一些功能。同时像 Ustar SEO 这样的一些比较知名的 SEO 工具也可以在 Shopify 里面使用了。它之前是只适用于 WordPress， 但是现在呢，你也可以在 Shopify 里面使用了。所以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啊。这点上面两者都是可以的。当然了，你的公司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呢， WordPress 它提供的 SEO 功能会更强大一点，尤其是在技术 SEO 这块，它有更多的空间。这就是 WordPress 和 Shopify 在 SEO 方面的一个比较。那么好了，在做了这么多的比较，在建站费用、功能、外观、SEO、建站体验这5个方面做了比较之后呢，到底该怎么选？我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要更加快速的搭建你的电商网站，然后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在你的产品上去做营销，那么 Shopify 是更适合你的，因为它的一站式的解决了你所有的电商需求。而 WordPress 呢，需要你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平台上的设计搭建啊，以及维护啊。然而如果你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充足的时间精力，你可以考虑 WordPress。
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更大的平台，电商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那么 WordPress 更能适合你，因为 WordPress 上面有多其他的一些功能。但是一些博主他主要的网站做内容呢，在他网站上安插一些电商功能啦，主要卖一些 T 恤啦，或者说一些书籍课程之类的，或者说会员制之类的。那这样一些功能的要求呢，可能 WordPress 会更适合一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Shopify 就像拎包入住的公寓，那里面什么都非常齐全，外观上也很标准化了，你只需要把你的物品搬进去就可以住了。当然，享受了别人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设备，你是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的。就像是公寓，你是需要交纳物业管理费的，那 Shopify 你是需要按月交付它这个服务的管理费，这就是 Shopify。而 WordPress 呢，就更像你自己的一个自建房，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任何功能都在这上面实现。这个呢，就需要你从头开始，从地基啊、原材料啊，地基就像我们的Stinger 嘛，再到选材呀、家具呀，各种各样的功能需要你亲自亲为去做。虽然你没有按期交付的一个管理费，但是你想要让你这个房子有效的、很良好的进行运转，你还是杂七杂八的会有很多费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你的时间费用、成本费用。那这样一说，是不是非常的形象？你到底是想要住进高档公寓，还是想要住进你自己修建的自建房？不同的平台它确实会有自己的优缺点啊，因为不同的平台嘛，它适合不同的一个要求。当然了，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比较点呢，只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意见啊，也不是说你今天看了龙哥的这个视频后，本来你之前就有想好用哪个网站来做，你突然觉得好像我之前的决定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对？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古人有句话说得好，鞋子适不适合自己，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对不对？只要他这个网站能够满足你的要求，那么它就是OK 的。最终你这个商业是否成功，是看你的产品质量，看你的营销方案。网站确实是一部分，但并不是成功的根源。这样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理解明白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今天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点赞并分享哦，这样 YouTuber 就会记住你的喜好，并给你推送更多的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同时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视频的更新啦。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